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想聊一个很多中文学习者可能都觉得有点头疼的话题。是写作吧？对，就是中文写作，特别是怎么能写得又流畅又准确，把自己想说的说明白，是个普遍的难题。我们手头正好有份资料，是中文日志写作提升语言能力的有效途径的一个节选。它里面就提到一个方法，说通过写中文日志来提高。写日志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对吧？但他说效果还挺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跟你一起深入看看这个方法到底为什么有效。好啊。它在认知上、语言能力上，甚至文化融入上，具体是怎么帮助你的，我们就来好好分析一下这份资料里的说法。没问题。其实写作确实是语言输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而日志呢，它正好提供了一个让你能持续练习的平台。持续练习。对，而且它不仅仅是练，更重要的是它触及到我们大脑怎么处理语言，怎么把你知道的东西变成你能用的能力，这才是关键。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认知层面开始说起吧。行。资料里提到，写日志跟听读不一样，听和读有点像被动接收信息，是吧？但写日志呢，它需要你非常主动的去生产语言。对，生产这个词儿用得很好。你得自己去想词儿，琢磨语法，还得把思路组织起来。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在给大脑做语言体操。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贴切，就是一种主动的语言构建过程。那这种体操具体是怎么锻炼大脑的呢？它主要是强化了大脑里面负责处理语言的那部分神经连接。你想啊，你每次去简述一个词儿，组织一个句子，这个过程都是在激活和加强这些通路。有道理。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概念，叫元认知。元认知？对 ，metacognition。简单说，就是你对自己学习过程的那个意识和反思。怎么说？就是你在写日志的时候，你可能会突然卡住，心里想，哎呀，这个感觉我中文不知道怎么说，或者这个语法点我好像老是用错。啊，对，经常会这样。这种时候其实就是元认知在起作用，你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诊断，能让你非常清楚地看到，原来我这方面比较薄弱。比如说，发现自己描述心情的词特别少。没错。比如你意识到我来来回回只会说高兴、不高兴，那你就知道下一步应该去有针对性地学习更多描述情感的词汇了。这就能让学习更有方向性。对，而且培养了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你知道自己缺什么，然后主动去补。我还注意到资料里提到了重复的作用，比如说你可能每天都写我每天早上喝咖啡，这种句子看起来特别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这种重复真的有用吗？这个重复的作用可不能小看，它的用处在于内化。内化？对，你想想，这种日常化的每天都可能用到的表达，通过反复的写出来，它就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间隔重复记忆法。有点像背单词那个。有点类似，但更强调应用。它能让这些高频的词汇，还有最基础的句型模式，比如主谓宾结构啊、事件状语放哪里啊，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就刻进你的脑子里了。最后就变成你语言库里可以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一部分，而不是每次都要费劲去想这个词怎么说，那个句子结构对不对？明白了，就是从需要刻意回想变成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对，是这么回事。他把那些你可能认识但不太会用的被动词汇和语法，真正转化成了你能够主动使用的工具。好，这个认知层面的好处我们大概清楚了，它主要是通过主动构建和重复反思来强化语言通路，并提升学习的自主性。可以这么理解。那我们接着来看最直接的语言能力本身。资料里重点说了3块：词汇、语法，还有文笔。是的。先说词汇吧。除了刚才讲的重复能巩固基础词，写日志对于扩大词汇量还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资料里好像提到语境。对，这个特别重要。在用中学，在具体的语境里学词汇，这比你拿着词汇书孤立的去背风景 scenery 要有效得多。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写一篇关于你去某个地方旅行的日志，那你自然而然就会需要用到，也就会去查找和使用像
风景啊、行程啊、当地特色啊、交通方式这些词儿。因为你是在描述一个真实的经历和场景，这些词汇就和你的记忆、情感联系起来了。这种联系会让词汇的记忆更加深刻、牢固，也更容易在以后类似的情境中被你想起来并使用。这倒是，死记硬背的词确实容易忘。对，然后是语法，中文语法有些点确实是难点，对吧？是啊，像把字句或者那些时态助词，乐、过、折，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用，挺头疼的。没错，那日志呢，就提供了一个压力比较小的练习场。压力小？对，因为这是写给你自己的，或者顶多给你的语伴老师看，错了也没关系，不像考试或者正式场合那么紧张，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尝试用这些你不太确定的语法结构，反复试错。对，反复试，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定期回顾你以前写的日志。回顾？是的，当你回顾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容易发现自己的一些习惯性错误，比如，我好像总是把这个量词用错，或者这个句子结构我好像理解的不对。通过对比，自己就能发现问题。对，这种自我纠错对于巩固语法知识非常有帮助。那第3点，文笔，或者说表达的流畅度和风格，这个怎么通过写日志来提升呢？资料里举了个例子。他说初学者可能就从特别简单的句子开始，比如我喜欢吃中餐。对，主谓宾非常基础。但是呢，随着你坚持写，词汇量和语法掌握程度提高了，你就会不满足于只写这种简单句了，会想写得更复杂一点。是的，你会开始尝试用一些连接词，写一些更复杂的句子。比如说，从我喜欢吃中餐进步到写虽然中餐很好吃，但是，或者说不过我更喜欢尝试一些不同地方的菜系。开始用关联词了，句子也长了。对，这就是语言复杂性自然增长的一个过程。你还会慢慢的尝试用不同的句式，甚至可能开始琢磨着用一些简单的修辞手法，比如比喻啊什么的，让你的表达更生动、更丰富，也更地道。这个进步的过程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是的，而且这个过程是在你持续的写作实践中自然发生的。好的，语言层面的词汇、语法、文笔我们都聊了。那除了语言本身，资料还提到了一个我们可能平时不太会想到的好处。是什么？文化融入。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常常被忽视，但其实非常重要的方面。写日志怎么就能促进文化融入了呢？因为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怎么说？当你尝试用中文去描述一个，比如说中国的文化现象或者社会习惯时，比如说你想写春节，那你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去了解和使用像红包、团圆饭、春联、拜年这些词。对，在你查找这些词的意思、用法，并且尝试把它们用到你的日志里的时候，你其实就在无形中加深了对这些词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含义、习俗传统的理解。通过描述现象去接触文化内核。正是，资料里还提了一个更有趣的观点，就是说，写中文日志还能帮助你学习用中文的思维方式来写作。用中文的思维方式，这个有点抽象。怎么说呢？比如，我们知道中文表达有时候可能更倾向于间接委婉，或者比较依赖语境，对吧？好像是，跟一些西方语言那种比较直接明了的风格不太一样。对，那当你在写日志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意识的去观察和模仿一些地道的中文表达，比如说尝试用一些像马马虎虎、差不多这样的词，或者是一些常用的成语、俗语。这不仅仅是在学词汇，更是在学习一种更符合中文文化习惯的表达逻辑和方式。这倒是，学习怎么像中国人一样说话和思考。可以这么说，还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做法，就是通过日志来反思你的跨文化经历。比如，你可以用中文写你的母国文化里的某个节日和中国的某个节日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做个对比。对，这个过程不光是锻炼了你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能促使你去思考文化差异，培养你的跨文化敏感度和理解力。这在全球化的今天是非常有用的能力。确实，
语言不仅仅是工具，也是理解世界的窗口。没错。好了，我们聊了认识、语言、文化这3大块的好处，听起来写中文日志确实挺有价值的。但是道理都懂，实际做起来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吧？那是肯定的，任何学习方法都会有难点。那这份资料里有没有给一些比较实在的、可以操作的建议，或者说策略？有的，他提了好几条使用策略。我觉得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坚持。对，强调要养成习惯，哪怕每天只写一点点，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关键是持续下去，积少成多，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习惯很重要。其次呢，他建议主题多样化，不要只写流水账。对，不能老是写今天天气很好，我吃了什么，可以写写你的日常活动，你的爱好，周末去哪儿玩了，看了一部电影有什么感想，你对某个社会新闻有什么看法等等。这样可以接触到不同领域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没错。然后是善用工具。工具，比如好的电子词典，像 Plico 或者有道，还有一些语法参考书或者 online 的语法讲解资源。在你卡壳的时候，这些工具能帮你解决问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是这个道理。还有一个他特别强调的，但可能也是比较难做到的一点，就是寻求反馈。找人看。对，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能找到一个中文母语者，比如你的语伴或者中文老师，请他们偶尔看看你写的日志，给你提意见。这个反馈有什么用呢？用处非常大，因为很多表达是不是地道，有没有更自然的说法，你自己可能感觉不出来。比如，你可能总是写我很忙，但一个无语者可能会告诉你，其实你可以说我忙得不可开交，或者我最近忙死了，这样听起来更自然、更生动。这种反馈是非常宝贵的。的确，有人指点一下会进步很快，但找人看可能不太容易。是的，找到合适的、愿意提供反馈的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挑战。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好的，资料还建议设定一些小目标。对，比如你可以给自己定个目标，这周我写日志，一定要用上至少5个我新学的词或者表达，或者这周我要练习写至少3个把字句。这样目标明确，更容易坚持，也更容易看到进步。把大目标分解成小步骤。对。那具体到一些常见的困难，比如很多学习者都觉得汉字太难写了，怎么办？一想到要写那么多笔画就头大。这个确实是个大难题。资料建议可以循序渐进。怎么循序渐进？比如在最开始的阶段，如果你觉得写汉字实在太困难、太打击积极性的话，那你可以先用拼音来写。先用拼音？对，先把重点放在练习怎么用中文组织句子、表达意思上。等你的口语和句子构建能力有一定基础了，再慢慢过渡到练习写汉字。这样压力会小一点。是的，或者你也可以借助一些专门练习写汉字的 App， 比如像 Scritter 这样的工具，它可以帮助你记忆笔顺，练习书写。利用科技。那还有一个常见问题，就是觉得词汇量太小了，写来写去就那几个词儿，怎么办？这个也很普遍。资料建议可以尝试预习。预习，写之前先准备。对，比如说你今天想写写你的兴趣爱好，那你在动笔之前，可以先花几分钟查一查跟兴趣爱好相关的词汇，比如兴趣爱好、业余时间、绘画、音乐、运动等等，怎么说？先储备点弹药。没错，这样你写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捉襟见肘了。另外，平时多阅读也很重要。阅读？对，多读一些中文的博客、新闻、简单的文章，在阅读中积累词汇和语感，这对写作非常有帮助。输入带动输出。正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说，我平时太忙了，实在没时间每天写很长的日志。对，时间也是个问题。那就写短一点，哪怕每天睡觉前就花5分钟写几句你今天的感想或者遇到的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关键是保持这个习惯。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持之以恒。对。最后再回到刚才说的缺乏反馈这个问题，如果确实找不到老师或者固定的语伴怎么办？
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尝试加入一些 online 的语言学习社群，比如一些论坛啊或者微信群。在这些社群里，你也许可以找到愿意互相帮助、交流学习的伙伴。另外，也可以利用一些语言交换平台，像 italki 或者 Tandem 这样的 app， 在上面找到母语者进行交流。也许可以请对方偶尔帮你看看你写的短文。办法总是有的，关键是要主动去寻找资源。没错，认识到这些挑战是学习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然后有策略的去应对它们。好了，我们把这份资料的主要内容，从好处到策略，再到应对挑战，基本上都过了一遍。如果要做个总结的话，这份资料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把写中文日志看作是一个个人的低成本的语言实验室，是吧？对，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个人语言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你可以主动的去运用你学的知识，进行认知层面的训练，也就是锻炼你的语言脑。同时你也在具体的语境中练习词汇和语法，提升实际的语言技能。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在不知不觉地接触和理解相关的文化。是的，他把认知训练、语言实践和文化体验这几个方面非常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成本不高，灵活性又强。的确是这样，虽然过程中会遇到像汉字难写、词汇不够、缺乏反馈这些实实在在的困难，但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通过合理的策略，比如循序渐进、善用工具、积极寻求资源，这些挑战其实都是可以一步步克服的。最关键的还是那两个字：开始和坚持。对，万事开头难，然后贵在坚持。是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也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可以思考一下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当你开始尝试用一门新的语言，比如中文，来记录你的日常生活，反思你的想法和经历的时候，这个过程本身会不会让你对于原本的那些想法、那些经历，也产生一些新的、不同的视角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用不同的语言来审视自己，或许是超越了单纯语言学习本身的一种更有趣、更深层次的收获。你可以慢慢体会一下。Thanks for joining us.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please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with your friends.